其实你是我的未婚夫。林山胡同88，快递。爸妈，快递到了。别睡了，赶紧起来。沈继才，你还知道不知道我是你哥呀？啊，没大没小的，吓死我了一下。那你倒是有点哥哥的样子呀！东西都到了，赶紧弄。哎，阿基啊，你这个视频是要让我们回到古代给祖宗做东西吃啊？这能行吗？一定行！我把读研时候给 MCN 公司写稿的积蓄都拿出来了，不过也就够咱们拍5期视频了。所以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啊！必须带回咱家小饭馆。赶紧办上吧。姑姑，咱们去哪儿拍视频呀？去咱家祖宅，就是现在很火的那个网红景点云水苑。风流旅游，爱护环境，修复乱扔垃圾。哎，洋洋，来，我沈建设携爱妻李凤霞，子女邵杰、邵光，孙女泱泱，叩拜老祖宗，希望2位祖宗保佑我们沈家小饭馆经营转好，起死回生。哎，奶奶，哎，我们家祖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这祖宗的故事，你得问你爸和你姑姑啊。曾爷爷只讲给他们俩听了。这个呢？这祖宗的故事啊，你们一定要牢记。这1000多年以前，京兆少尹林燕到京任职后，住进了云水苑。林少尹这个人呐，还入赘了我们沈家。那后来呢？之后再跟你讲，我们抓紧拍摄，一会儿没光了啊。哟，就是快点吧。哎，阿基，咱们是不是还缺一个演祖宗李燕的人呢？你们等着，我去抓个壮丁。断联这么多代，中间还不知道发生过啥，抓个壮丁也不算麻烦吧？啥呀？我在审视故居呢，一会儿找你去吧。啊，行，收到。我不是坏人，我就想请你帮个忙。哎呀，朋友，人呢？嗨，有人吗 ？Hello。嗨，帅哥。从后门出去了。吃。花婆出锅嘞！云水苑后门外头不是山吗？这怎么回事？
劲了，不对劲！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啊？哎呦呦呦呦呦！哥哥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云水院不见了啊！不见了！云水院不见了！你们怎么过来的？我们这不正找你呢吗？刚才突然就起了一阵雾。对呀，我们走着走着就走到这儿来了。是起雾。哥哥，那是景区的新项目吗？我跟你说呀，姐，你先别着急，这肯定是景区搞活动，咱没花钱就混进来了。走，划车游行，还真挺热闹的，走看看。哇，好漂亮！这地儿啊，他们都穿什么的？哎呦，你看这衣服还扔在这儿呢，阿七。哎呀，好特别呀！你说他们这是跳的什么舞啊？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这应该就是大型实景剧本杀。啥是剧本杀？哎呀，剧本杀你都不知道？你杀过啊？我没杀。哎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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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人家这得花多少钱呢？啊，这阵仗啊，真好！哎，看那，这还有偷鸡猎户，画一大胖子啊！这好玩的，你看看这画，这小细节啊！街舞，真的？这字儿那啥玩意儿啊？阿基，对。哎哎哎哎，这不是那演员吗？长得这么像。哎呦，是像啊！这就不懂了，像啊！人在剧本杀里就不叫演员，人就叫 NPC。警卫抓人，搜索闪避！啊！警察游戏开始了，开始了！哇，好！过节太好了，这真实，挺真实的。哎呦，你看人家这表演啊！哎呀呀呀！爸妈啊，我咋觉得不对劲呢？哎呀，你们都没玩过这游戏，忒敏感了。人怎么可能是真的？肯定是假的嘛！就这钱，就番茄酱。哎，兄弟，下班了。哎，共产！爸爸，怎么了？爸爸死了！爸爸啊！让！洋洋，我的花骨，过来！洋洋，拖回去！快过来！这什么呀？这是？这怎么真死了？派出所，去派出所！哎，兄弟，派出所在什么地方？这儿死人了，咱得报案呐！郎君胡说什么呢？你吓傻了？幸会抓贼人，当然要杀了。你们也快走吧，一会儿天黑了就宵禁了。我先走啊！这不是剧本杀，这不是个游戏吗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干啥呀？这不是梦，不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是穿越了吧？穿越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里是永安城。
这儿真是有安城啊！上天了！上什么天呢？咱们这是穿越了。要一个标间儿，我们5个人挤挤。何为标间？客房一间小的就行。啊，对对对。这把这用这个能抵房费吗？24K 纯金的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太好了。今天遇到的挑战，是我们家有史以来遇到的最严峻的一次。所以今天的家庭会议要讨论一下，接下来该怎么办。这样，沈建设，你先来点建设性的发言吧。那我就简单的说几句啊。今天我们遇到的这个挑战，是我们家有史以来最严峻的一次。我们既要全面的看这个问题，还要客观的看这个问题。至于接下来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办，我觉得咱们还是得先回去。说完了？我说完了。净是废话。我就知道我指望不上你。那个谁，沈公菜，你说，你发言。怎么回去这个事儿啊，尤为重要。咱们一定要仔细的分析，但我这确实分析不出来。哎，不过幸亏阿基一块来了，他历史好啊，他知道拿金子换钱，要不然咱们现在没准都住大牢了。全是废话，我就知道指望不上你。老婆，我替你教育他。你不说话，没有人拿你当哑巴。阿基，还是你说说吧。根据咱们在沈氏故居看到的地图啊，云水院在那个方向，那咱们是从云水院穿过来的，得进去那儿想办法。云水院。这能让咱们进去吗？怎么也得试试啊。站住！此地是京兆少尹的私宅，不可擅入。保安同志，你通融，这可是24K 纯金的。去！大娘不惜行贿，也要闯京兆少尹置办的府邸，是何用意？别激动，我阿娘还得了癔症，我这就带她回家。哎呦，娘快别了，我回家。给，谢谢。拿着。哎呦！看到啥没有啊？你在做甚？跟我没关系啊！哎，跟我可没关系啊！哎，Round 3。好像没人哎。没人，你闪开，我来。剩下的钱不多了，这一半的饼留着明天再吃吧。天天吃饼，我都快吃成神经饼了，我真是一口我都吃不下去。你不吃啊？你不吃给我吃啊？有饼吃不错了。再说了，咱现在全家不都靠着你妈的那点金首饰撑着呢吗？得省，是不是啊，凤霞？有道理。家人们，我跟店家打听到了，咱们祖宗林燕即将上任，马上就会进京。真的？啊！哎呦，祖宗来了，好吧，祖宗得对咱们负责，他不能只管生不管养啊。家人们，希望要来了。开会。开会。那个阿健，
来，你坐这儿，你坐这儿。阿吉，我坐这儿就挺好的。我们俩有事。对，干老什么规矩嘛。呀？没事。哥哥，过来。听我说啊，好。之前是因为主人不在，所以那些护院不敢放咱们进去。如果林燕来了，咱们再套上近乎，那咱们回家就有希望了。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呀，现在有个更严峻的问题。啥问题？是金子总会花光的，咱们很快就没钱了。得先想办法搞点钱呢。沈建设，啊？关于怎么搞钱，我希望你来点建设性的意见。我这怎么又是我呀？我是这么觉得啊，就是搞钱嘛，肯定是没戏。咱就得省钱。省钱呢，你就得少吃。你少吃，你就得少动。最好不动。你不动，他就不饿；不饿，他就不花钱。你自己听听，你说这是啥话？你现在知道咱们家的那个小饭馆是怎么被你开垮的了吧？不是你脖子上长的这真是摆件是不是？你出的是什么馊主意啊你？妈，别，不是你别激动。我爸他这想表达的就是一种开源节流嘛。就是我爸这个人就是嘴比较笨。爸，你这不对啊！你起来！你还说什么？妈都说成这样了，你还不理解吗？你这么问你怎么能说？老规矩啊！刚才我要替你说话了，你再给我20啊！我没钱，您给不给吧？我真的是没有。妈，我爸其实是想……你刚才说的有道理。我爸其实是想说，早知道是这样，他也应该带点金子银子过来，替你解解忧，是吧？对，是这样。他能有那个脑子？我就是想，现在我也有啊，这是以前曾爷爷给我的。祖宗上任前，咱们得先想办法活下来啊。那要不做老本行？要不咱们先支个小摊儿，弄点小吃？这个我行。能不能做煎饼果子呀？我最喜欢吃煎饼果子了。有道理。咱们分头行动，我跟泱泱负责接近祖宗，想办法进云水院；你们负责摆摊赚钱。我想了个招，保准能把煎饼果子带火。郎君，前面就是聚贤巷了，可要下去巡查一番。来，诸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！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永安城独一无二的传世神饼——煎饼果子，看一看喽！来，诸位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今日沈家煎饼果子拍卖大会正式开始。一张饼5钱起拍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什么是5钱起拍啊？起拍是何意？5钱起拍的意思呢，就是说这张饼的起始价格为5钱。那有其他想要的客官怎么办呢？大家可以公开叫价加码，出价最高者得。最高者得，你这不是讹人吗？这5钱不少了，还加价！走了。诸位，稍安勿躁。你们可知我爸那个男阿姨，我阿姨，他是何许人也呀？我告诉你们，他就是穿越古今的美食大手，五湖四海只此一人，纵横出海，称霸并肩的第一人是也。有这么神奇吗？真的是，当然就是这么神奇的。而且你们看，这道美食叫做煎饼果子，你们之前可曾听闻过呀？确实未曾听闻。那是因为我阿爷当年啊，环游世界，去过一个传奇之地，名叫天津。那是哪儿啊？那真是一个极其繁华的大港口啊！天津是哪地方？没听说过。要去天津，那是要经历9981难的呀。想当年，我阿爷带着我阿娘、我妹还有我的女儿，那真的是你
挑着担，莫牵着马。别说，这有点意思。迎来之处，送走风霞。送走晚霞，踏平坎坷，然后就来到了天津。他们突发奇想，他们把煎饼和他们当地人最爱吃的果子。哇！酥脆可口，他们巧妙地融合为了一体。于是乎，历史上最伟大的美食——煎饼果子诞生了。哇，好厉害啊！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煎饼果子还真是个新奇玩意儿啊！闻着真香啊！我出5000，来尝尝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客官，刚才我们不是说好的吗？我们家的这个煎饼啊，是加价拍卖的，加价5000起拍。而且呢，我们的这位沈大厨一天就只能做出来5张饼，1个时辰最多只能做1张。所以2位客官都想尝尝这张饼的话，那就需要加价。这加价，他不要我要。哎，别，来，我没说不要。这样排队啊，6000。哎，好，6000。我没说不要了，68千了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了？还有1000了，1000。这家做买竟容了些江湖手段，也就是欺负这些百姓出门时，不知外头根本没有什么叫天津的梗。哎，11千还有收费价呢，12千呀！我说12千。祖宗今天上任回家，我在这儿一定能碰到他。姑姑，我们在这儿摆摊是为了等祖宗来吗？对呀，我们就在他家门口做好吃的，吸引他的注意，做他这笔生意，教他这个兄弟，然后让他把我们请回家里。那姑姑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要是我们这个祖宗不爱吃煎饼果子怎么办啊？咱家往上数3代都爱吃煎饼果子，这口味都写基因里了，祖宗不可能不喜欢。哎，你这干什么？这位郎君，有些问题想请教。哎，不是，面糊是面做的，20钱可买1斗；葱2钱1兜；胡麻和盐稍贵些，但也费不了多少。这煎饼何须12钱1张？你有毛病吧你是不是捣乱你啊？唉，哄抬市价，若是告到世上，可就不是件小事。威胁我？你以为我是吓大了吗？什么世俗？哎呀，你抓我干什么呀？祖什么呀？藏的画像，画像。既如此，你看，那某就不客气。闹这么多钱，就是，真是无良商贩。就是，镇定点，正常。我祖宗啊！林少爷，林少爷，请留步。林少爷。不好意思啊，林少爷，我们刚才不是故意的，我们这就是小本生意，只不过是想多挣些钱罢了。少爷能不能再多给我们一次机会啊？我叫沈建设，今日得见，3生有幸啊！3生有幸啊！你正常点，冷静。大娘认得出在下？刚才其实还没认出来。但是再看2眼，少爷人中龙凤，见之忘俗，这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呢？人中龙凤啊，人中龙凤啊，活的，哇塞！别，少爷，我错。知道错了就好。某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恢复正常市价，绝不再犯，否则，某这就去市署定你们的罪。少爷，你说什么是什么？这几位适才只是与各位开了个玩笑，这些煎饼均1钱1张。1钱？说得对。祖宗，怎么回事？在这儿见到祖宗了！我的妈呀！别急，不要急，让他来
鞋掉了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都有。哥哥，哥哥。抱歉大人，让让！我这没买呢，别走啊，娘子！少爷娘子，我没买呢。小心！林少爷恕罪，这位郎君也恕罪，对不住。啊。娘子是何人？拜见林少爷，民女沈韶光，家中在聚贤巷摆摊，听闻少尹上任，担心一路上没吃好，特来为少尹做煎饼果子，送饼上门。你这都送饼上脸了，你懂？对不住。你就是沈韶光。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供出手握，恢复正常市价，绝不再犯。说出主谋。主谋？我知道，我妹妹沈韶光，全是他出的主意。他说搞一个竞拍，然后大家大赚一笔。少尹知道我这么快就出名了，烙饼西施。行了，赶紧回去吧，下次不要再哄抬价码，否则当处吃刑。什么哄抬价码？自己做了什么，心里不清楚吗？哎，林少爷，我站住！哥哥。所以你就这么在祖宗面前把你自己亲妹妹给卖了？谁卖你了？他不是那谁吗？他。我说我们家人怎么可能不爱吃煎饼果子呢？那感情他一开始就对我没好印象啊！沈木灿，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你！阿季，我说你有埋怨我的功夫，哎，真的，你不如想想办法，怎么接近祖宗，怎么能溜进云水院？我没想。哎，那个有没有钱啊？我买点别的吃。吃啥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剩是吧？爸妈管驿站借厨房在干活呢，你起来去帮忙。行，我等会儿就去。现在？哎呀，马上我就去。起来！哎呀，起来你！怪我计划还不帮忙，沈公子！哎呀，我说我不去了吗你？真是。开局不利，但咱家往上数3代都是煎饼果子的爱好者。哎，我就不信了，我每天去祖宗面前晃悠，还能不吸引他注意力？给。最新研制出的口味煎饼果子嘞，咸口甜口都有，1钱1个的煎饼果子。坚持住，祖宗总会来的。那好。最新研制出的5彩煎饼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哎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机会不是天天有。好香的5彩煎饼啊！5彩煎饼啊！ Double kill！ 哥哥好厉害！这个煎饼我要了啊！好，我要了！别急！夜尽将至，速速归家！马上收摊。来了，煎饼果子，新鲜出炉的煎饼果子，好吃实惠。
老姐，价格不贵。我7万，煎饼你怎么不喊我一声呢？我给你们把折去了啊！好吃不贵。Defeat。我们这祖宗还不是世界上最讨厌吃煎饼果子的人了。所幸，云水院是阿爷当年以别人的名义买下的，抄家的单子上都未曾录入，我才能辗转将其买下。17年前，阿郎任京兆尹，最后却因御官案下狱。当时的御史台可是群起而攻之，崔氏背上骂名，少不了他们一份功劳。郎君何必与那裴匪虚伪一样？彼时裴御史还在家中守孝，未曾负荆任职，此事与他何干？那若论属相，郎君应是属牙字的，怎么会不计较？郎君是想日后清查御史台的时候，留着那裴匪还有用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要谨慎。阿爷习惯把存书、手札都放在书房，或许能从中找到线索。外面的人都交代过了吧？郎君放心，就算是一只老鼠，我都不可能把它放进来。这暗门是阿爷秘密打造的，云水院荒废多年，倒也无人发觉。这锁是什么技巧啊？这是阿郎当年所制？是阿爷从前捡到的，说像是西域来的，只有他和阿娘知道如何打开。他们从不许我进这戏耍，总是锁着此处。如此说来，郎君也不知如何开这锁呀？应该不难。这也没锁眼儿啊。很好，有趣。哥哥，你好厉害呀！这种办法你都能想出来，还不是被祖宗逼的？我就不信了，他还能躲过霸王餐的诱惑。郎君，咱还真就被一个小小的西域锁就给难倒了。别急，总能打开它的。这是何物？你不是说连只老鼠都不会放进来吗？我这就去找他们去。回来。沈家，之前摆摊卖煎饼那一家人，不就姓沈？哦，
还真是啊。若真是他们做的，这家人写的字、叠的东西，经营的法子、言谈的方式，都有些古怪，倒像是想引起我的注意。莫不是已经有人察觉了郎君的秘密？我花了4个小时，怎么会有人连霸王餐都不感兴趣？姑姑，我们要不要放弃呀？再想想办法吧。老天啊，你给我一个奇迹吧！你告诉我怎么能跟祖宗打上交道啊！我这怎么请少爷吃饭呢？这也都太贵了，我那点月俸哪儿够啊？凡持此传单者，可于民福驿站弟子1号房免费试吃。裴御史要带某去何处吃饭？少尹刚到京，想必对永安还不甚了解。正所谓，天下美食在永安，永安佳肴在聚贤。我们要去吃饭的地方，正是聚贤那儿一个快要开张的小馆，在开业之前，提供免费试吃。免费试吃？啊，是。你可是收到了那中奖的单子？少尹也知道。我本来还担心我囊中羞涩，请少尹吃饭竟是免费试吃，恐令人不快。看少尹神色，莫不是你也留存了那单子，也想着哪天过去免费试吃？如此正好，我们这便去免费试吃。这都快宵禁了，老祖宗不可能来了。哎，洋洋，去床上跟爷说一声，别热了，你这菜都热多少回了？哎，赶紧咱们吃了得了。哎呀，姑姑，打起精神来。奶奶说过，叹气是会让福气溜走的。好啦，福气回来啦。免费试吃的是这儿吧？林少爷，快前进！为了裴郎君，为了少爷，先干此杯！来，一起啊！来，一起，我们先干了啊！哎呀，哎，少爷怎么没喝呀？这少爷啊，你这个就有点这是不是？哎呀，林少爷，这之前哄抬物价确实是我们不对，喝了这一杯以后就不跟我们计较了，好不好？抱歉，某不饮酒。少爷，我跟你说句真心话，某是什么呀？就是我的意思，这个时代喜欢这样说，比较装。此为何物啊？你说你这没劲。这个叫做龙虾，是我们家待客的最高礼遇啊！尝尝啊！只不过呢，这儿呢买不到这种食材，所以说我们只能用馒头代替了。怎么样，少爷，您老人家尝尝？哎，对，尝尝，快尝尝龙虾，来，对，少爷尝尝，好吃。你这不吃又不喝，这不行，你得喝呀。就是。某不饮酒。不能再饮了，马上要宵禁了，宵禁不能出方，再晚了我就回不去了。
那就更没事了。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喝，喝多了住这儿嘛。对啊，积极嘛，大家，对不对？一宿就完了吗？少爷呢？这一杯你要给我个面子，哪有当官的不喝酒的，是不是？对要不喝这酒，那就说明什么？没原谅我们呗。没原谅。某并非此意。那就把酒喝了，就一杯，就一杯，就一杯。看来诸位是非要劝某这杯酒了。那怎么是？那我先喝，我。你看少爷这都喝了。哎呦，好，这酒量，一起，来，一起。裴老弟，来一块。少爷啊，我跟你说，有一就有二，咱们再来一个。某不胜酒力，你胜酒力，甘愿一杯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来，来。哎呀，林少爷，终于摸到真人了。干什么？这是祖宗。哎，我和阿七已经打听过了，云水院后院入夜交班的时候啊，有一段空档是没有后院的。只要咱们能找到钥匙，避开萧瑾的巡逻，咱们就有机会啊，趁着他酒醒之前溜进去。快搜啊！一会儿酒醒了，快点，轻点。哎呦，哎呀，慢点。哎呀！没事，继续。哪都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你们俩行不行啊？哎呀，我来，要不然你来。这个年代，一家之主身上带不带钥匙啊？不会要灌他那个跟班才对啊？会不会挂脖子藏衣服里了？娘子要对某做事。住手！这不是玩真的吧？祖宗挑的那些东西，他不会用来对付我们的吧？这，他不能真的要对付我们吧？爷爷说了，林烨入赘给我们家先祖沈娘子之前，冷血无情的很。公菜哥，公菜，你醒醒！怎么了？这么不惊吓，那就从他开始了。是。啊，公菜，不要！公菜，别动！爸爸，兜了这么大一圈，不就是想把某灌醉？这样吧，某先杀一个，警醒你们。这样，你们就该愿意交代自己的身份和目的了吧？别！不行！祖宗，你先好，放我们一马，别杀我们，更别杀我，好不好？祖宗，谁是你祖宗？祖宗，我错了，我们错了，哎呀，求你了！你们到底什么目的？我们错了，少爷，求求你放过我女儿吧！千万不要啊！我们没什么目的啊，我们。少爷，我数3下。别！ 3，别！我们什么都没有。 2，少爷，1。其实你是我的未婚夫。阿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可是祖宗。你爷爷讲祖宗故事的时候，说他入赘咱家之前还有过婚约。他倒是没说，但我妈爱看那些言情小说里不都这么写吗？那种冷酷霸总必有一个神秘未婚妻，这是标配啊。
我承认我有毒的成分。完了完了，这全完了。夏美琪，看祖宗这表情，阿姐别是蒙对了吧？你说你是我的未婚妻，可有证据？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青阳崔澈。这林少隐啊，原名崔澈，青阳县人。8岁的时候，他的爸爸犯了死罪，崔家全都被灭族了，只有他侥幸被人救下，改名更籍，活了下来。说下去。崔家获罪族灭，林少隐是改了姓名，换了户籍，才得平安。可与我曾定下姻亲的人家，并不姓氏。我们是指腹为婚，崔家出事时，少隐不过8岁，记错我家姓氏也不奇怪啊。可怜你少时便失了家人，许多事都记不真切了吧？但请少隐把心放到肚子里，我们生意人呢，最是好歹，而且咱们未婚夫妻一场，也算亲戚啊。既是未婚，如何算亲戚？那你别管。总之，无论如何，你的事我们绝不会向外透露任何一个字。你自己想想，我们是姻亲啊，那害了你，我们不也得连坐吗？是。来，先前少隐问我们有何目的，确实有个不情之请，还望少隐能够做主，让我们住进云水院。诸位是想借着某进云水院落脚？啊，那说一声便是，何必这么大费周章？那少隐的意思就是说，绝无可能。其实我也想到过这个答案。堂堂京兆少隐吃了别人的霸王餐，却不允许别人吃他的霸王餐。既然如此，为了有个容身之所，我只能用非常法了。裴郎君，你起来为我评评理啊！林少隐他始乱终弃啊！裴郎君，你为我说说话呀！林少隐他升官发财，他生老婆呀！哎，郎君，找死吧！你碰我嘴巴了！我们现在不仅有了夫妻之名，还有了肌肤之亲，你必须对我负责。你要是不让我们住进云水院，我就上大街上哭你始乱终弃。我数到3，1、2、3。大家快来评评理啊！林少隐他……我答应了。林少隐大恩大德，不与我这奸商一般计较，我实在感激。你是君子，最重承诺，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反悔的。我也向你保证，我绝不会向其他人吐露我知道的一切。我们的关系，这世上不会有第3个人，不会有第8个人知道。大事当前，这家人实在蹊跷，且带他们回去，盘清底细。哎呦，这个云水院跟现代的沈氏故居是不大一样啊。是不一样。我们真的能免费住在这儿吗？就怕这少隐他不要钱，他要命啊！哎呀，你别瞎说，吓着洋洋。来，
来了。少爷，少爷，诸位暂居于云水院，旁人总会非议。虽则催嫁于沈家定过亲，但毕竟男未婚，女未嫁，实不知有何名分可同屋而居。不是少爷，你不会又反悔了吧？这我们一家子行李都搬过来了。不会吧？我这还得扛回去啊！哎呀，某只是担心，若连个合适的名分也无，届时同僚察觉，谈何某私德有亏，某与沈娘子该如何自处？少爷啊，我在一本书中看过，亲戚之间救急，未婚男女也可同住的。更何况我们有这么多长辈在呢。少尹呢就对外说，沈家与林家是表亲，沈家遭难，长辈携家投靠。对呀，对，亲戚，这都是亲戚。哎，也好，勉强抵一阵吧。哎呦，谢少爷，谢少爷。这家伙明明就是故意引导我们提出以表亲名义相处，还让我们觉得给他添麻烦了理亏。不愧是老祖宗，也有奸商的基因。少尹勉为其难的收容我们呢，我们也是明白事理的。自古以来最年轻的京兆少尹，那可不能有我这样的乡下来的未婚妻哈。称表亲是再好不过了，规矩我懂，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。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。就是我知道你不想跟我成婚。沈娘子还真不似寻常小娘子，失了婚，却不见悲戚之色。没有啊，哎呀，我只是强颜欢笑罢了。悲戚，特悲戚。对，挺难过的。西院都收拾出来了，诸位就暂且落脚吧。哎，谢谢少爷，谢谢少爷。刘璋，诸位，紧吧。哎呀，好。去跳房间了，也没人管我了，这就走。姑姑快走！哎，走慢点啊，待会儿帮我拿一下啊。沈娘子，林少爷，二位祖宗在上，后人冒犯，还请原谅。沈祖宗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才出此下策的，谁知道就蒙中了呢？是啊，要是不这么说，林祖宗就把我们给杀了，实在是迫于无奈呀。但主要都是阿季说的，他二主谋啊。你这孩子，二位祖宗，我们是真不知道，这位林祖宗入赘之前，他还有过婚约呀。这个事儿吧，最后还得是你们二位在地底下理论理论。又怎么了？你这是重点吗？忏悔都忏不明白呢。二位啊，我们会尽快找到回去的办法，结束这荒唐的一切。多有得罪，还请见谅。见谅。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祖宗，对不起。哎，阿季啊，你说你撒这么大个谎，会不会产生那种就蝴蝶效应啊？就因为改变了过去，它从而影响未来呀？那麻烦了，那不就没咱们了吗？是啊，那也没办法呀。不这么说的话，哪还有未来啊？现在就直接被砍没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快！什么事儿？外边好像有人。果然啊，果然什么啊？ He stared at us as expected. 什么意思？我就听懂个黑。屁。
郎君，这家人呐，他们也不曾睡，聚在一处是嘀嘀咕咕的，也听不真切他们说的是什么。郎君打算接下来怎么对付他们呀？他们想方设法进云水院，自然不会安静待着，等他们先动。刘长，父母确实曾为我定下一门婚事，但是我依稀记得，那家人姓郑，不是姓沈，你可有印象？虽然我打小就进了崔家，但一直都是在外院干些杂活，没听说过这些。为了让祖宗放松警惕，进而在云水院找到回家的办法，接下来我们全家就装作攀上新贵的穷亲戚，麻痹林野。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你跟我去那有个洗手间，就是那茅房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好的茅房。你有病啊，沈公才！大早上我跟你去看茅房，你肯定都没用过这种。你过来，你看看，我跟你说特别漂亮，你肯定见都没见过。来，你看，就这样，这么干净。这手指还熏香，就是，而且你看这马桶底下，它还铺了一层层的细末，人家这细节做的，他不会溅。感受一下，一块。哎呀，这比现代化的设施好啊！我敢保证，我坐在这儿不会脚麻。连好马桶都没用过。你看看这多大的院子，这得花多少钱呀？不愧是咱们家少爷。那是。你看那还有水榭呢，这比咱们乡下的房子可好多了。就是。哎呀，好，咱这儿装汗酸都装了3圈，我腿都酸了。你就是缺乏运动。要不然，咱给他们演一个相亲相爱。就这样，差不多行了。你推我干什么？小点声，人看着呢。就是要让他们看见呀，就是看见。轻点疼。哇！老爸，姑姑说这个牙粉里面放了生姜还有黄芪，是保护牙齿的。我还真是。哎呀，牙刷的毛好像用的是马鬃毛啊。驿站的卖艺的不是说只有做丝竹才能用马鬃毛，都怪咱们之前啊太穷了。用这个刷牙，多吃糖也不怕了。我要刷3次。那太没出息了啊！至少我自。谢谢。哎呦，少爷来了！快起来！少爷，你看我们在这儿待半天了，府上这厨子做菜是不是慢呢？到现在这主菜还没上。已经上齐了。啊？是这样的，我们郎君呀，素来不喜在吃食上耗费心神。哦，诸位要是不惯的话，可自行离开呀。不，刘长，手里。哎，对，其实本来就是我们叨扰了少爷，其实都行啊，客随主便，客随主便。客随主便，伯父当真随和。譬如，今日晚辈并未向伯父伯母问安，换作寻常长辈，怕是早就遣人来问。不会，请安。晚辈礼数不周，现下补上，问伯父伯母安，恭请伯父伯母用膳。别，少爷别。哎呀，别。快来，少爷，不是这不行，这不行。伯父伯母，这不合理啊！不，没事。不，少爷啊，我们必须得这样，要不然，这我们该折寿了。对呀，不合适。伯父伯母是如何想的？怎会向在下一个晚辈躬身？少爷见谅，
堂堂京兆少爷向我阿姨阿娘行礼，他们受不起的。我们都是白身，还白吃白喝白住，怎么好意思再受少爷的礼啊？对呀。是啊是啊，要行礼也应该是我们给少爷行礼啊。这是在家里，我只是晚辈，不是少爷。诸位不必与我讲究这些。哎呦，少爷太好了，咱今后啊这些礼数咱都不讲究了啊，咱吃饭吧。吃饭。哎，少爷坐。哎，坐。哎，少爷坐。哎呀，少爷别见怪，我们是从乡下来的，散漫惯了，吃饭是不大规矩。是。沈家与崔家定亲之后，似乎未曾往来。又试探我们，崔家的事儿也没说全，但听祖宗没啥口音，肯定是小时候就来了永安才能练出来的。这不是崔家后来就进京了吗？和老家人往来自然就少了。哦，那沈娘子可知道，崔家进京之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们家资质低微，配不上少尹家。我们猜测过几年多半是要退亲的，便不便打扰。后来就听说崔家出事了，也没敢打听具体情况。要不是线下实在困难，也实在不想来麻烦少尹的。所以，崔家进京之后，两家再无往来，你们也并不知晓崔家的情况。对。如今某也改了姓名，那诸位是如何找到某的？少尹，你忘了吗？就是那日呀，少尹进京上任巡查聚贤巷，碰巧遇到我们摆摊卖煎饼，我们就认出来了呀。是啊，虽然多年未见，但毕竟是亲家嘛。我这一看，这不是未来女婿吗？是，我也认出来了，我太激动了，失态。某还要去上朝，诸位慢用。少尹慢走。慢走，少尹。爸爸，你怎么不站起来啊？太麻了，动不了。同志们辛苦了，一大早起来，假装没见过世面，四处闲逛，实际上却在勘探云水院的地形，潜伏工作完成的很优秀。我真觉得茅房不错啊。我们要秉持着大胆分析、小心求证的风格，尝试在云水院中找到穿越回现代的法门。说得好，下面呢，我也斗胆发表一下建设性发言。要想弄清楚事实的真相，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穿越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据阿基同志反映，他是为了追一个男的，走到了这个回廊，通过回廊之后，来到了后门，打开了后门，就穿过去了。如果我们原路再走一回，是不是就能穿回去？有道理。
咱们穿越前待在一块儿的地方是祠堂，那是不是得回去那儿？哎呀，去过了。这个祠堂啊，就是现在这个小书房改的。我跟你爸早上去这附近转悠过，这个地方有专门的人看着，想进去可不容易。那怎么办呢？这怎么还都不说话了呢？沈建设，你叫什么？我叫建设性发言。我觉得啊，这个祠堂啊，它老有人看着。如果我们一大家子过去吧，很容易被发现。如果咱们能够派一个人去，这样目标小，很有可能就能突破封锁。什么意思啊？我？不行，不行，我不行。我不去。公平起见，要不投票？来投票吧。行。妈，他们又在搞小动作，他们在贿赂作弊。同意沈韶光去的，请举手。你看，3票，这就你了。又是我，妈。阿姐，这确实得你去。咱们家就你最聪明，脑子最灵活。你看看你爸和你哥，哪个能指望得上？不，是不是？阿姐，行吗？哎，都下去吧。是。糟了，郎君，我这突然想到了，这沈家人通过您的样貌认出来了，那这不就说明往后朝堂上还会有人觉察此事吗？进京这么久，难为你终于想到了。不必忧惧这些，我既回来了，就没打算将身份瞒到最后。我在文书中查到，这密文是火熏国使用的数字，对应的就是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9。这竟然是数字啊！这是刻痕，寻到正确的数字对应刻痕就能开锁。9个数字，8个孔眼，一共是1000万种可能。1000万种可能，那就是根本没可能推得出吧？郎君，这1000万种可能可有点……安静。郎君，要不还是我来吧。我刘长就算此生不吃不喝，不娶妻，不生女儿，我也要把这1000万种可能一一试过，以报郎君。安静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阿郎曾经教过郎君天音开锁呀。女儿保住了。我看我需要学的是如何治牙药。1、2、3、4、5、2、3、4、5。这没人，我这运气，看守都擅离职守了。有人来了。
之前祖宗的画像就在这里面。难怪100个剧都这么拍，原来古代的机关真是这样的。这个锁匙是这里，那能送我们回去的时空隧道，会不会就在里面？叭叭叭叭。怎么没回去呢？但这就是那把锁呀，他是跟我们一起过来的，那猜测应该没错。这座祖宅就是连接过去未来的时空隧道，那我们一定能通过这里回家。少爷，你在做什么？我不小心迷路了，不小心就走到了书房，又不小心来到了这个房间，不小心打开了这把锁，就进来了。不小心？这锁上是火熏国的数字，寻常人根本不认识。沈娘子有这等好本事，怎么会是个不小心之人？我不知道你说的火熏国数字是什么，但是我就是认识这几个数字。我们以前是做生意开饭馆的，懂得不多，但是数字是最熟的。你看啊，8888888888，全是发，就是发财赚钱的好寓意。这个对做生意的人来说太好猜了。郎君，就这么让他给跑不了。若非多方配合，当年的旧案绝无可能做得滴水不漏。崔家覆灭，与崔家有姻亲的沈家，又怎得保全？难道说，他们压根儿就是冒名顶替的？与郎君真正有婚约的，另有其人。亦或是，与我有婚约的正是他们，但他们为求庇护，投靠了什么人？那他们许是旁人的暗中。怪不得，此女子竟然识得火熏国数字，我都不识。他们或许在西域受过训。接下来怎么办？要不要把他们抓回来，严刑拷打？
狼环阁门上那把锁，确认是咱们穿越过来时沈氏故居后门上那把锁。那包的，那这把稳了啊！你现在东西都出现了，那雨水院绝对就是时空隧道啊，绝对的。不过现在林少爷已经多少对咱们有点怀疑了，我觉得这有点麻烦吧。不过他一个有编制的，应该也不能直接对咱们下脏手，应该还有缓冲时间。有道理。趁祖宗没反应过来，咱们赶紧溜之大吉。我觉得要不这样啊，咱们再把当天的那些细节再好好回忆一下。去沈氏故居那天还发生了什么？就比方说咱们摸过啥，说过啥，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。也许咱们把当日的情形再复刻一遍，说不定就成了呢。哎，奶奶，我在穿越的时候没有写作业，是不是我永远都不写作业就能穿越回去啊？你这，奶奶看你就是不想写作业，是不是？对了，公才，你那天穿越的时候，我记得你穿了个人字拖，你没有剪指甲。可是那天你尝试穿越的时候，你没有穿人字拖，你还是没有剪指甲。可拉倒吧，爸，这是跟他有关系吗？你人字拖脚指甲，有那么大能量吗？还左右穿越的事儿？那个，我再想想啊，我从我自身上找找原因啊。你干什么你？我想起来了，咱们当时不是在祠堂吗？啊，咱们不是一起祭拜了祖宗的画像，想要寻求保佑吗？对对对，那咱们这次会不会是再去祭拜一次真人就能回去了呢？当当，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如果咱们这次能够祭拜真人，再把这次活动搞得更加隆重、更加庄严，那咱们就一定能穿回去。有道理。好像没回去。什么情况？咱回去了吗？啊，不知道吧。阿七，你说这是你们在做什么？别怕，洋洋。沈娘子，请。少爷，昨晚的事真是个误会，我可以解释。
昨夜，你们一家人潜入某的房间，意图谋害。没有，绝对不是，少爷误会了。误会？我们潜入少爷的房间，是为了给少爷祈福。祈福？祖父曾告诉我们一条法门：洗手焚香，供奉圣品，挥洒花瓣，向心中万分敬仰之人3鞠躬，就能为对方祈福。我们在少爷家蹭吃蹭住，实在过意不去，便举办了这场法会。是仪式，保佑少爷福星高照，长命百岁。其实，沈娘子并非是与某有婚约的那个人，对吧？那只密文锁根本就不是靠猜能猜中解法，沈娘子怎会知道密文是什么？不如坦白一点，你们到底在图谋些什么？说出来，也许某还可以帮你。少爷一定要这样欺负我吗？我就是在青阳，崔家小郎君是何等的正直端方，绝不会对落难亲友袖手旁观。我知少爷不义，就因情帮不上你，可还是想奢求一份情谊。可是少爷却想推翻我的身份，彻底撇下责任。原是我们不配，我们会自行离开。某在下，我并非此意，你别哭啊！看来这泪洒当场的戏码，在古代也是通用的。如果少爷想让我走，我一定会带家人离开。只要你一句话。我并非此意，只是儿时与沈家如何，我记不真切了。有许多事情要同你确认。我明白，少爷历经坎坷，难以信任他人。没关系，少爷以后有想问的尽管问，日久见人心，少爷一定会指导我们为人的。我少爷要说什么？这么快就有问题要问啊？我是想问你想吃煎茶吗？都不吃啊？哎，我说，这鞠躬祈福这种话太能写，还真把咱们给放出来了。要我说，还得是咱们祖宗，血缘关系隔代亲，他打断了骨头连着筋，是吧？他根本就没信。那他为什么把咱们放出来了？对呀。如果少爷想让我走，我一定会带家人离开。只要你一句话。我并非此意，只是儿时与沈家如何，我记不真切了。
有许多事情要同你确认。反正他没信。哎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吃呢？就是。自从我们来到永安之后，犯的错误太多了，我们得好好总结一下，错误都在谁。对不起妈，我错了，我有责任。拜祖宗这事儿呢，确实是我提的，但我觉得这事儿他不能全都赖我吧。你要我说，我觉得这责任最大的，那就是阿基。怎么就赖上我了？怎么不赖你？撒一个谎，你用100个谎去圆，是你倒反天罡说你是祖宗的未婚妻，是不是？没话说了吧？而且追究根源，我觉得更赖他。你说，要不是你拉着我们拍那个短视频，我们能来这儿吗？我现在还在家睡大头觉，我能来永安吗？这一点我是同意的。这跟我拍视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写的那个短视频的那个脚本，讲的不就是说我们一家子人穿越回古代给老祖宗做菜吃吗？对啊，做的那个叫什么？泉水羊肉。啊，姑姑写的脚本不就是穿越吗？哎，阿姐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你那个脚本还写了什么？姑姑脚本里写了，我们一家人意外穿越到了古代，然后遇到了冷酷无情的大魔王诅咒。最后在月圆之夜，用一碗完美的泉水羊肉打动了他，然后就回到了现代。仔细想想，目前的剧情，好像真的跟我脚本写的大差不差。那这个事儿不就简单了吗？咱们就按照阿季的脚本继续演下去。月圆之夜做一盆泉水羊肉给祖宗吃啊，咱不就能回去了吗？哎，可是祖宗现在对咱们的怀疑越来越重了，咱们得想办法稳住他。不然等不到月圆，我们就被嘎了。这还怎么稳呢？难不成真让你突破地下和亲去啊？别瞎说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瞎说，等我们全都走了，就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。哎，家人们，那人嘛，一顿饭一顿饭喂下去，那感情就容易吃出来了。这祖宗天天吃的，跟牢饭似的。那咱给他做点好的，他吃高兴了，不就好说话了？大晚上腌个肉而已，我怎么跟做贼似的呢？少爷，少爷晚上好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你认得出我？电视剧果然撑不起我，果然真相信戴个口罩就是伪装了。少爷身形优越，举止高雅，无出其右，我当然认得出啊。深夜你鬼鬼祟祟的，要做甚？少爷这话说的，你看看你自己。我就说晚上喝粥吃馒头没吃饱，我想去厨房看看还有没有啥，结果啥都没有了。少爷夜行是有要事吧？放心放心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他这是在威胁我。你们从哪里来？在云水院有何目的？我都已经知道了。祖宗怎么可能知道我是从新种花家来的？带我去见他们。带你去见他们？你也想跟我们一起回去啊？不行不行，这会乱套的！哎，我带你回去，带你回去。这么轻易就答应带我去见他背后的人，是怕死，还是另有图谋？我有病啊！我答应带一个古人回现代，我疯了我！你那边的人
是什么说法？我那边的人，不会是说我那些破亲戚吧？不对呀，他怎么啥都知道啊？但祖宗这么凶残，谁敢问？说，那边的人对我到底作何打算？他们对你能有什么打算？他们看到你都得吓死了。而且我们也想找到回去的办法呀，但是我们也没有把握。他答应带你回去，也只是说尽力而为。况且，就算带你回去，他们也不一定会见你的。他们连我们都不见，半年都给我们聚了10几回了。我们家混得愈发稀巴烂，根本不受他们待见。所以，那边的人是放弃你们了。那留你们还有何用？你骂的也太狠了！选中你们，安排到此处，总该有缘由吧？那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安排啊！少爷，你放心，如果我们找到了办法，一定带你回去，好吗？他怎么会要跟我们回家呢？哎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呀？他前段时间还以为咱们是他的冒牌亲戚呢，他怎么现在什么都知道了？啊，我也很惊讶，我也希望是我误会了。您别说，真不愧是咱们的祖宗，神通广大，什么都知道。不是吧？这多一个人回去，这多一张嘴吃饭呢。你说咱们回去啥也没有，这养自己都费劲，怎么养得起他呀？那毕竟是咱们的祖宗啊！你说祖宗都开口了，咱们做后代的什么都不做，不合适。你倒是挺孝顺，等回去以后，咱们那饭馆都快倒闭了，你自己都吃不上饭了，你还有心思孝敬人家呢？你要想孝敬也行，毕竟是你们家祖宗嘛，你自己想办法养活他啊！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看，咱们先穿回去，然后呢，看能不能穿回来。如果真能穿回来，那咱就接祖宗。大概率咱是穿不回来的，因为这个穿梭它不可逆向，到时候咱穿不回来，就接不了祖宗，接不了祖宗，那祖宗也没法找咱们理论，是吧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怪不到咱头上呢。你们说呢？沈家背后的人都放弃他们了，却还是把他们派到这儿，那就说明他说不通呢。哎，郎君，要不干脆对沈家动个思想，拷问一下，什么不就水落石出了吗？先前吓唬他们也就罢了，真的动私刑并不合适，这里不是地方。他京畿做任何事情都要慎之又慎，拷问容易，收场却难。哎，郎君，你看啊，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，他们派这5个蠢材来是为了麻痹你？你的意思是，跟聪明人交手，大致能猜到对方的下一步，可对手是一群笨蛋，就根本无法预测对方的行动，反而能出奇制胜。对。哼，我发现你最近越发通透了。郎君也这么觉得？唉，我本想留着他们顺藤摸瓜，如今看来，他们只是一部废弃，留不得了。昨夜未能在大理寺找到崔氏案卷宗，我今晚再去一次。到时，你负责处理沈家人。将一切埋葬在这儿吧。埋？不是这种事儿，你交给我呀。
想害人的，可是我得保护我们家郎君啊！我要好好保护他。阿哥，哎呀，你醒醒！你是……我这有点下不去手啊！再往上点儿，再往上点儿，再往上点儿啊！哎呦！吸血了！流血了！血都是骗人的！根本就打不晕啊！爸！什么人？这厮违反宵禁，追！贡菜，你醒醒！贡菜，贡菜！什么情况？林燕，你别出声！求见少爷，有贼人向云雪院方向来了，我得要进去查看。少爷，少爷，你在做什么？你还有脸问？求见少爷。叶行被发现了吧？少爷，做什么？我有办法救你啊！但你记住，这次你欠我的。抱歉啊，诸位，今夜是妾在外夜行，违反了宵禁。娘子，方才那个夜行人，我瞧着仿佛是个男子。夜这么深，郎君怕是看错了，那就是妾。妾是少尹的表妹，今夜少尹肚饿，少尹妈速来金贵的，妾只好出门，想是不是能撞上鬼市。抱歉啊，给诸位添麻烦了。娘子难道不知？违反宵禁是重罪，知道，但是少爷明知故犯，罪加一等。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我说错了，我刚来永安不久，知不大道。少爷，啊，给各位添麻烦了。暗例夜巡还遇上这桩事，表妹是因在下之故才会夜巡，并非有意违令。她曾在乡间度日，夜禁本就不严，刚来永安也是不惯。况且她一个小娘子。亦未能做出什么大事。就按律，以前相熟，承诺往后再不犯戒，可好？少尹都这么说了，那有劳，有劳。永安若没有诸位，恐不能如此安泰。我跟我家人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要害你，你为何要杀了我们？你方才替我掩护，不过是你自己也怕身份暴露。堂堂京兆少尹，半夜鬼鬼祟祟出行，你的秘密用脚想都更严重吧？但我们是真的拿你当家人看的，我们还答应要带你回去，你知道这事有多难吗？这事儿当然难了，你们这批探子。早已被背后的人彻底放弃，你们根本就不可能带我回去。什么探子？你以为我们是别人送到你身边的探子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有病啊！
来，你现在让那群官兵回来验验，看我们是个啥？我跟我家人唯一的盘算就是能有个地方住，然后找到回老家的办法。你昨天说要跟我们一起回去，我们还想着真的千难万难也要带你试试，结果你怀疑我们是探子，哪个探子会答应带你回老巢啊？你说。那你之前说你不知为何被安排来此，是何意？谁安排你来的？什么安排？林少爷，有没有可能我说的是不知道老天为何要这样安排？我们不想流落永安，结果却来了。我不知道老天为何要这样安排人。那你为何能轻易打开那火寻国数字的密文锁？火寻国数字，少爷。胡汉通商，什么技术方法我们都得学点儿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那锁就是我碰巧打开的，8888谐音发，对做生意的人来说很难吗？拜托你下次有什么不知道的当场就问，别事后编出一套什么狗屁火寻国探子的故事，亏你想得出来。姑娘，不是，还没熟。少爷，我麻烦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我这兄长被人下药迷晕了，还能就地打鼾。我爸、我阿姨就会跟在我阿娘身后，我娘、我几岁大的侄女，我们谁看起来能跟你作对啊？刘长，哎，醒醒！哦，刘长，你为何要这么做？啊，不是你那天，你两眼一眯，你看见远方，你出了一道沈家人，把一切都埋葬在这儿吧？你跟我说的呀。我的意思是把这个事情埋葬，不是把这家人埋葬。你找个地方把他们看管起来不就好了？看管？我看明明是软禁吧。林燕，你知道我们今晚在做什么吗？我们给你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，想感谢你。为了这顿饭，我昨晚还去厨房腌肉，我想给你一个惊喜。你倒好，你良心被狗吃了你！沈娘子，你闭嘴！哎，好嘞。是我误会了我们家郎君的意思，给诸位赔不是啊。有你们这样误会的吗？你这一误会，差点把我们一家子活埋了。哼，是在下误会诸位了。你们不肯援诱是应当的，只是在下终归要说抱歉。郎君，各位别怪我们郎君，都是我的错，要罚要打要骂，我都忍。对不住伯父，哎呀，对不住伯母，哎呀，对不住哎呀，对不住沈娘子。行了，别搞这个，别搞这套了。少爷，行，可以了，少爷。哎，行，可以了，我知道。哎呀，行了，先起来。看来你们俩啊，是真的意识到自己错了，那这件事儿就接过吧。不过林少爷，我们确实是有求于你，想借着你和我们家的关系，在这暂住一段时间。我们绝对没有其他意图，也希望少爷不要再这样猜忌我们了。实在对不住。那这事儿就过去了啊！算了。来，少爷，坐，不合适，听我的。来，坐呀，少爷。哎呀，吃，洋来。饿了半天了都。刘长，吃啊！这锁好好吃，吃啊！好吃。多吃点吧，少爷，补脑子。哎。
多谢沈娘子。少爷，我来洗。沈兄，本就是我有错在先，这点小事理应代劳。不是，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。再说你还是我租给我们房子的人嘛，这不合适。不用，真我来，这不合适。不行，这不行。别谦让了，就让我兄长洗吧。麻烦少爷跟我来一下。啊，你去吧，我来。天，你帮我刷完了，我还不想折寿呢。这是青阳的小吃米豆腐，工序复杂，刚刚做好。知道少尹这些年很不容易，一定很怀念家乡的味道，就特意给你做了这道小吃。你差点把我们活埋了，我们还对你这么好，你是不是很感动啊？你要是很感动，你下次就别干这种缺德事儿了。抱歉。哎，你今晚夜行干嘛去了？有些事还是少知道为好。懂。只有青阳人才知道如何做米豆腐。不一定，互联网人也知道。你们说想回家去，是想回青阳？哎，其实我们老家也不在青阳，是后来去青阳认识了你阿姨阿娘，反正就是很辗转，哪儿都混不下去，最后又来了永安。不过我们还是很想回自己真正的家的。别担心，总有一天会有办法的。不说了，你快吃吧，放久了就不好吃了。米豆腐多是做咸口的，但是我爱吃甜口，所以给你做了甜的。从前，我娘也喜欢做甜口的，10多年了，我都快记不起她的味道了。你这样说，我都要心软不生你气了。今日之事，确确实实是我错了，望你们宽宥。他和沈娘子认识之前，性格冷血，狠辣无情。这也没有爷爷说的那么狠。什么？我说你一个少尹还愿意认错，还愿意改，很难得。其实看你这样，我家里人早就不生气了。那你呢？那你呢？你相信沈家人了吗？哇，好香啊！肥瘦相间的小羊羔，小火慢炖足足1个时辰，汤清肉烂，香气四溢。
这绝对称得上是一盆完美的泉水羊肉。完美是肯定没有那么完美了。为啥？但是我可以证明啊，这绝对是你们老爸能做得出来最好吃的泉水羊肉了。想要更好吃，绝对不可能了。哎呀，老婆你能不能偶尔也夸我一句？行了行了，快你们尝尝尝尝，都尝尝都尝尝。完美的完美的，老爸最棒。真的吗？来，奶奶给你加一个啊。来。所以我们只要在月圆的时候，用这盆完美的泉水羊肉打动了祖先，我们就可以回到现在啦。大概率是这样，没错。但离月圆之夜还有好几天，要不我们趁着最后的时间搞钱怎么样？好。我来的时候，我的金首饰还有泱泱的长命锁，不是都带过来了吗？那我们在这赚的钱换成金子，也能带回去了。绝对可以。这样，那咱们明天继续做煎饼果。